贵妃娘娘，我身怀龙嗣，你杀了我，就不怕皇上降罪于你吗？你孕中暴病，本宫亲自料理你的后事，皇上只会嘉奖本宫。娘娘，这个贱人居然还敢拿龙嗣来威胁你，看来还是没有学乖啊。既如此，那他这条贱命就留不得了。来人，把这贱人给我活活烧死！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沈雪，本宫不过是想让你知道，究竟谁才是这后宫的主人。快点，磨磨唧唧，赶紧写！你找打是吧？你还敢瞪我？你们干什么？你们这两个狗奴才敢欺负阿昭，我这就去告诉爹爹和娘亲，发卖了你们！大小姐饶命啊！大小姐饶命啊！还不快滚！阿昭别怕，我带你回家，以后有姐姐在，谁也别想欺负阿昭。姐姐，他们都说我是红眼怪物，爹娘能同意接我回家吗？阿昭不是怪物，是阿姐最宝贝的妹妹。爹娘若是不同意，阿姐也不回去了。我下去，饶了我姐姐！谁在那儿？今夜就是连一只苍蝇都不能活着飞出长乐宫。小主，都是奴婢没有，我求你！本宫当是谁？原来是这贱人的奴婢。娘娘，依臣妾看呀，还是把这贱婢一起解决，省得日后多生事端。哎，杀了有什么意思？拔了他的舌头，让他替他的废物种子好好啃。这后宫中究竟是谁说了算？是，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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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娘娘，终于除掉了沈雪这个贱人。拖去乱葬岗废狗，别弄脏了这宫里。皇上明天可就回来了。是。恭送娘娘。拖走。姐姐。阿昭，你慢一点。
姐姐，你以前是这样想的吗？地狱风流，双手让今晚我送你们去谈谈路。皇上驾到！恭迎皇上回宫，皇上万岁万岁万岁！钟爱妃，平身吧。谢皇上。爱妃贤德，朕心甚慰，传朕口谕：皇后体弱，难理杂事，爱妃贤了，即日起协理六宫事宜。谢皇上。皇后到了这么多年，你不还是本宫的手下败将？今日取你协理六宫事之权，来日你身下的凤位也是我的。各位妹妹都在，怎不见沈答应了？皇上，您心疼沈答应。从前说等她孕满3月再行册封，现如今也是时候该筹备起来了。不错啊，贵妃，如今你协理后宫事宜，一定要好生照顾阿雪的身孕，切不能出现任何差池。回禀皇上，昨夜沈答应他，臣妾来迟，还请皇上恕罪。皇上，昨夜小家伙在肚子里闹了一夜，臣妾片刻不曾安眠。今日来迟，还望皇上、皇后娘娘恕罪。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往事流转在你眼眸，一遍一忘。从前只知阿雪温婉，如今他们与之间竟更添了几分神韵，当真倾国倾城。皇上，沈答应竟引得蝴蝶入怀，看来腹中龙胎乃是大吉之兆啊！臣妾恭贺皇上。果然是朕亲自选的女人，就连这腹中的龙嗣都是祥瑞。臣妾恭贺陛下，恭贺沈答应。阿雪，这几日朕不在宫中，你过得可还好？皇上心中记挂臣妾，纵使有万般不好，如今也都好了。他是假的，他根本就不是神血。我不是神血，是谁啊？难道是鬼吗？难道是鬼吗？贵妃，你这是干什么？成何体统？皇上，他明明已经……回皇上，沈答应昨夜孕中突发重病，已经报毙贵妃娘娘岂敢欺君。此人分明就是假的。陛下是为何在？还不快把这个装神弄鬼、欺君犯上的罪人拖出去，让我打死！孕中重病，婉姐姐是不是记错了？昨夜长乐宫是叫了太医，但是因为我身边的婢女突发蛇疾，平气好好的，又有贵妃娘娘亲自照看孕身，怎么会突发重病啊？你是假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贵妃，朕看你是疯了。皇上，贵妃娘娘也许是最近处理六宫事宜太过操劳，所以才会在殿前事宜惊扰了陛下。皇上就饶恕贵妃娘娘这一回吧。贵妃，你累了。既如此的话，后宫一切事宜还是交由皇后来。皇上，您不能听信这个贱人的花言巧语啊！皇上，贵妃娘娘如何教导臣妾都是应该的。可是如今臣妾怀有龙嗣，被娘娘一口一个贱人，这样别人如何看待臣妾腹中的孩儿？贱！王德全，奴才在。传朕口谕，沈答应孕有龙嗣，
从即日起册封为嫔。皇上，怎么，你对朕的旨意有什么不满啊？臣妾不敢。恭喜沈嫔，恭喜沈嫔。吓着了吧？朕送你回去，命太医来给你请平安脉。娘娘，废物！书都处理干净，今日那个贱人，还会出现！娘娘吩咐，嫔妾岂敢疏忽？昨夜可是嫔妾亲自处理了她的尸身，这绝不可能呀，娘娘！不可能！今日你没看到吗？那贱人不仅活着，还3言2语就让皇上收回了本宫掌理6宫事宜的旨意。本宫和皇后斗了那么多年，竟然被一个死人搅了局。娘娘莫急，嫔妾这就去查看情况。你不是死了吗？两位娘娘下手这么狠，我还哪有活路啊？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我是地狱来的恶鬼，来找你索命的。乱葬岗之后，赵清婉就被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来。他以为躲着就没事了。你说他是不是太天真了？婵儿，别怕，该怕的是赵清婉和庄荣。你速去命人告诉陛下，我煮了参汤，等会儿亲自给陛下送去。什么时辰了？阿雪不是说送参汤过来，怎么还不见人？陛下，不好了！沈嫔在来御书房的时候，险些跌落轿女，受了惊吓，被送回长乐宫了。好好的怎么会跌落轿女？百家长乐宫。是。皇上驾到！坐坐坐，让朕看看，可有哪受伤？好端端的，怎么会跌落轿辇了？来人，把给沈嫔抬轿的那几个奴才拖出去，斩首示众。皇上，那些奴才也是无辜的，他们也是受了猫儿的冲撞，一时惊吓，才险些失了手。说是因此要了他们的性命，臣妾于心不忍。阿雪，你就是太善良。给朕好好查查，宫中怎么好端端的，怎么会有猫儿冲出来？回皇上，前几日御猫司的人就已经将宫中御猫全部捉起来，妥善安置。皇上，宫中的御猫都很听话，许是那个猫是从别的地方跑过来的。婉嫔姐姐也有一只猫，皇上不如就此息事宁人。说是被有心之人，说是婉嫔姐姐陷害臣妾，倒是闹得六宫不睦。回陛下，半个时辰前，婉嫔娘娘的宫女的确在宫中寻过那只猫。婉嫔，即刻传过来。皇上明察，这件事情和臣妾毫无关系。毫无关系？你养的畜生伤了阿雪，还敢说毫无关系？来啊，把婉嫔养的那只畜生抓起来，扒皮抽筋。皇上，那只猫是臣妾母家送进宫来给臣妾作伴的，还请皇上恕罪。还愣着干什么？朕说的话没听见？皇上，宫中有这么多只猫，您可不能凭借着沈嫔的3言2语就断定是臣妾的猫伤了它呀。婉嫔姐姐说的对，这是臣妾裙摆上的猫毛，不如好好让人比对一番，以免冤枉了婉嫔姐姐。
陛下，这正是婉嫔娘娘那只猫的毛发。婉嫔，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皇上，一只畜生不懂事，误伤了沈嫔，是臣妾管教不严，但臣妾绝对不是有心伤害沈嫔的呀。皇上，依臣妾看，要不就算了吧。婉嫔娘娘母家送来的猫，必然温和可爱，许是受了什么东西的勾引，才突然发狂攻击臣妾。不行，此事事关龙嗣，必须彻查到底。王德全，你去查清楚这只猫为何会突然发狂，而且不偏不倚的，刚好撞在了沈嫔的轿辇上。去。是。婉嫔姐姐，快起来，地上凉。少在这里架慈悲！婉嫔，未免也太不知好歹了。皇上，臣妾根本就……查清楚了？查清楚了，是有人在沈嫔娘娘去往御书房的必经之路上撒了药粉，引得那只猫突然发狂，扑向了沈嫔娘娘的轿子。皇上，肯定是有人想陷害臣妾。皇上，婉嫔娘娘说的对，皇公公可查清这粉末的来源了，可不能让有心之人陷害了姐姐，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粉末查清楚了吗？回皇上，这粉末是在婉嫔娘娘的妆帘中搜到的。什么？这怎么可能？婉嫔姐姐，你为什么要对我如此毒手？臣妾命贱，死不足惜，可若是伤了我腹中的龙嗣，你个贱人！我还不如死了算了。你个贱人，胡说八道！你处处与阿雪作对，真没想到，心思居然如此的歹毒。皇上，臣妾不敢，你不要听这个贱人的挑唆。沈嫔胜券正浓，臣妾就算再瞧不上她，也不会对她动手。臣妾看，就是沈嫔自己往路上撒的粉末，想要污蔑臣妾。婉嫔娘娘为何要如此揣测我？我如果对你不满，大可以直接动手，何苦将自己和腹中龙嗣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沈雪，你就是故意的。你说过你要报复我。报仇？娘娘此话怎讲？嫔妾一直敬重着娘娘，难不成是婉嫔娘娘对我做了什么天理难容的事情，所以才引得嫔妾记恨，要出此下策报仇吗？皇上，臣妾鬼门关走了一遭，却还要被婉嫔出此下策污蔑，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界上？臣妾不如死了算了。阿雪，好了，阿雪，朕还在呢，定会还你一个公道。王德全，传旨下去，婉嫔德不配位，挑弄六宫，陷害沈嫔，从今日起降为答应，禁足宫中，非止不得出。是。来人！皇上，赵姬、卓汝、好戏才刚刚开始。都怪沈雪那个贱人，本该死的却能逃过一劫，如今还敢到皇上面前搬弄是非，污蔑本宫，害得本宫不仅被削了位分，还被禁了族。滚！还在这里碍眼！你以为喊得如此大声，就能招来皇上吗？臣妾参见贵妃娘娘。贵妃娘娘，是沈雪害得嫔妾如今被禁足，现在连见皇上一面都难，还请娘娘救救臣妾。起来吧。谢娘娘。本宫已经以3日之后的宫宴为名向皇上求情，解了你的禁足。臣妾就知道娘娘绝不会弃臣妾于不顾，臣妾谢娘娘隆恩。哼，你高兴得太早了。皇上只是解了你的禁足，准你参加宫宴，可他现在满眼都是沈雪，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才能入得了皇上的眼啊？皇上最喜欢臣妾的舞姿，宫宴之上，臣妾就向皇上献舞一曲，皇上定能回心转意。很好，你还不算蠢。记住，本宫身边可不养闲人。娘娘大恩，臣妾必定没齿难忘，自然也是不会忘记是谁害得臣妾到如今这个地步的。很好，你可要好好准备，千万别让本宫失望。臣妾恭送娘娘。沈雪，我一定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婵儿，你去帮我准备些火种，3日之后的宫宴上会有用。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照今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来投，这可怪不得我了。今日宫宴，来，朕与各位爱卿共饮此杯。皇上，这宫宴已经开始了，沈嫔还迟迟不见踪影，未免也太恃宠而骄了吧？沈嫔怀有身孕，身子不便，来得晚些也是理所应当。贵妃何必咄咄逼人呢？皇后娘娘，这晚答应和贵妃一向梦不离交，如今怎么不见人呢？难不成是知道前几日触怒了皇上，无颜面圣？今日这舞女舞姿优美，可谓是一舞倾城，不像是宫中的舞女，倒像是曲乐班子的舞女。皇后，等本宫解决了沈雪，下一个就是你。跳得不错，赏。谢皇上隆恩。等等，摘下面纱，让朕瞧瞧。晚答应。皇上恕罪，臣妾自知前些日子触怒了龙颜，本无颜面圣。可臣妾心中实在是过于思念皇上，这才斗胆前来献舞。皇上，臣妾这就告退。慢着，今日宫宴怎么少得俩爱妃呢？倒是消瘦了不少。来来来，来朕身边来。沈雪，就凭你拿什么跟我斗？皇上，你也好些日子没有见到婉答应了，不如今夜就在婉答应宫里休息一下，醒醒酒。皇公公，传令进侍房，朕今晚留宿婉答应宫。陛下，您快看这外边。何人在此装神弄鬼？速速出来扣这圣驾！沈嫔，怎么是你？臣妾叩见皇上、皇后娘娘。沈嫔，你竟然如此大胆，敢在宫中行巫蛊之术！来人，还不把这个妖女给我打入冷宫！皇上，这些并非巫蛊之术，还敢狡辩！看我不把你这些害人的玩意儿毁了，我看你还如何行凶！狗奴才，你找死！阿雪，你怎么样？臣妾没事，只是这些。沈嫔，皇上再宠你也不能仗着怀有龙嗣就如此放肆。就是皇上，沈嫔在宫中大兴巫蛊之术，乃是死罪，按照宫规当凌迟处死。皇上，你可不能再心软了。阿雪，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回禀皇上，这些并非巫蛊之术，而是孔明灯。臣妾在未进宫之前听闻，只要把心愿写在孔明灯上放飞，就能得以实现，所以才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院。什么孔明灯？沈嫔，你拒不认罪，还花言巧语，魅惑圣上，还当真是个妖女。皇上，婉姐姐在未进宫前就是府中千娇万宠的千金大小姐，没有听过这些民间传闻很正常。是臣妾听信了这些民间传闻，所以惹恼了婉姐姐，还请皇上恕罪。皇上，臣妾也曾听过孔明灯的传闻，内监青天剑监正还说过，孔明灯要亲自做才行。想必沈嫔为了做灯，吃了不少苦头吧？阿雪，给我看看。一点小伤不足挂齿，只要能为皇上解忧，臣妾心甘情愿。阿雪有心了，此处风冷，朕送你回去。看来皇上今夜会宿在长乐宫，贵妃和婉答应还是早些回去歇息。什么孔明灯？沈雪，敢和本宫抢人，本宫杀了你！废物东西！本宫向皇上进言，借了你的禁足，给你创造了绝佳的机会，你都把握不住，竟然又让那个沈雪出尽了风头。娘娘，难道你就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呢？什么意思？昨夜的沈雪，摆明了就是想争宠，可之前她从来都不会这样。娘娘，能让一个人变化如此之大的，只有一个原因。说，那就是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沈雪。你说什么？娘娘，那夜嫔妾再三确认过，沈雪是断了气的，才拉去乱葬岗埋了。她绝对不可能活下来的。本宫倒是听说，这沈雪还有个双胞胎妹妹。那这宫中的，若真是她胞妹冒充，那对咱们来说是件大好事呀！只要当着皇上的面揭穿那个贱人的真面目，他们沈家就绝后了。真的沈雪怀有3月身孕，想知道宫中这个是不是真的，请太医诊脉即可。娘娘，这是无色无味，下入汤水中即可导致腹痛，效果立竿见影。即便是宫中医术最好的太医，都查验不出。阿雪，你这样瘦可要多吃些，免得小家伙闹起来，你可收不住。多谢皇上关爱。阿雪，坐。皇上，臣妾参见皇上，见过沈嫔娘娘。婉答应，你怎么在这儿？是有什么事吗？皇上，臣妾孤陋寡闻，昨天险些冤枉了沈嫔娘娘，臣妾心中实在是过意不去。今日臣妾特意煲了一碗汤来向沈嫔请罪，沈嫔该不会不原谅我吧？皇上，臣妾怀孕后所有吃食都是经过太医院检查的，并非不接受婉答应的道歉，只是实在不敢乱吃东西，唯恐伤了腹中龙嗣。既然如此的话，皇上，此汤臣妾已经送太医院检查过了，皇后娘娘也已经检查过此汤，臣妾敢用性命担保，这汤绝对没有问题。沈嫔，从前是我这个做姐姐的过分了，此后我必定待你如亲妹妹一般。既然是婉答应的心意，而且是皇后亲自要的，你就喝了吧。这个赵青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婉答应客气了，既然皇上不追究，那我……
阿雪，阿雪，你怎么了？赵清婉，你在汤里下了什么东西？皇上，臣妾不敢，可能是沈嫔昨夜偶感风寒，这才导致的。臣妾这就去请太医来给沈嫔把脉。等等，说太医把脉，皇上必会知道我并无身孕。赵清婉分明是有备而来，难道赵清婉知道了什么？皇上，臣妾无事，稍作休息即可，不必劳烦太医。沈嫔怀有龙嗣，本就该万分小心。你是喝了我的汤才腹痛不止的，还是请太医，也好宽了我的心。皇上，那就照我答应所说，朕这就扶你回宫。宣太医。沈嫔好端端的，这是怎么了？怎么样？沈嫔腹中的龙胎如何了？许太医，这沈嫔腹中胎儿事关皇嗣，你可要小心谨慎些。说，是不是龙胎有什么问题？不管你是不是，本宫都要拆穿你的真面目。回皇上，沈嫔的腹中……回皇上，沈嫔娘娘身子已无大碍，不过是受了惊吓，动了些胎气，待微臣回去调服安胎药，喝了便好。你以为这点劲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了吗？阿雪，不，臣见过沈答应。你就是我阿姐活着的时候常说的那位许太医。你不是阿雪。荣贵妃和婉嫔丧尽天良，所以对我阿姐施以酷刑，我阿姐的死在了他们手里。你说什么？阿雪的？我知道你对我阿姐一往情深，深爱之人惨死宫中，你可否借我一臂之力，只为我阿姐报仇？皇上，这沈嫔也没什么大碍，臣妾有些累了，就先回去了。今晚是朕冤枉你了。皇上，只要沈嫔妹妹没事，臣妾就不委屈。你最近懂事不少。来人，把波斯前些日子进宫的那些珠宝都送到婉答应宫中去。臣妾谢皇上隆恩。朕也有些日子没去看过你了，今晚朕忙完政务便去看你。皇上说的是真的吗？那臣妾这就回去准备准备，晚上恭迎皇上圣驾。婉答应且慢。皇上，臣妾腹痛是因为喝了婉姐姐送来的汤才腹痛发作的。皇上，臣妾腹痛是因为喝了婉姐姐送来的汤才腹痛发作的。沈嫔，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你想说是我害了你不成？皇上，这汤是臣妾亲手熬的，来的路上还碰到了皇后娘娘的凤驾，皇后娘娘的人也已经查验过此汤了。沈嫔，你当着皇上的面如此污蔑于我，你究竟有什么居心？婉姐姐别急啊，我也是为了您好。皇上，你看看沈嫔，自己护不好龙嗣，动了胎气，还要怪到臣妾身上，现在竟然还说是为了臣妾好。皇上，依臣妾所见，不如就按沈嫔所言，让许太医好好查查这汤。若是验了的话，那便是阿芷多身；若是传出去的话，皇上，臣妾不在乎别人怎么想臣妾，只是不想此事传出去，婉姐姐被有心之人议论，说是有心加害于臣妾。阿雪，你是为了婉答应吗？皇上，婉姐姐与我一向不和，上次还出了猫儿冲撞臣妾的事，今日此事若是传出去，
恐怕对婉姐姐的名声更加不利。臣妾心中有些过意不去。阿雪，还是你想的周到。既如此，许太医，去查查那碗汤里面有什么。是。慢着，婉姐姐急什么？不过是一碗汤而已，查一查，难不成这汤里加了什么不该加的东西？皇上，这汤是臣妾亲手煲的，里面绝对不会有任何伤害龙嗣之物。沈嫔此举，未免也太不识好人心了吧？婉姐姐，我也是为了你好啊。皇上，臣妾一番好意，沈嫔就算不接受，也不能如此折辱臣妾。阿雪，依朕看，皇上，臣妾一来是为了婉姐姐的名声，二来是为了这腹中龙嗣。说是有人存了恶心，想要在臣妾的吃食里下东西，伤了龙嗣，那可是天大的罪过。无色无味，下入汤水中即可导致腹痛，效果立竿见影。即便是宫中医术最好的太医，都查验不出来。沈嫔想得如此周到，还真是难为你。既如此，徐太医，请吧。沈雪，你以为你能斗得过我吗？赵青婉，今日我就要送你下地狱！皇上，汤中有毒！皇上，婉姐姐好狠的心，她竟然想杀了臣妾和孩子！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赵青婉，你好大的胆子！皇上，这分明是沈嫔与徐太医有染，二人联手污蔑臣妾！皇上，你说什么？皇上，从前来给臣妾请平安脉的，从来都不是许太医，今日第一次相见，何来有染一说？婉姐姐，你真的好狠的心！杀我不成，难不成要污蔑我吗？这汤里分明无毒，若不是你二人有意苟合，为何要冤枉于我？汤，你怎么回事？回皇上，这汤中加的乃是天下奇毒，预热后便无色无味。幸亏微臣当年跟着药王谷谷主多读了2本书，这要是宫中的御医，怕是难以查出。皇上，臣妾待婉姐姐如亲姐妹一般，她怎么能三番5次的想害臣妾的性命？赵青婉，你做的好事！皇上，臣妾冤枉呀！分明是他二人有染。婉姐姐，你若是想取我性命，在我担下龙嗣之后，哪怕一刀撞死，也再也不会给你添堵。可你怎么能如此污蔑我？我的名声不值钱。可姐姐这样说，难道是在说我腹中的龙嗣并非皇上所亲生吗？贱人，找死！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来人，婉大爷谋害龙嗣，即刻其打入冷宫。此身朕与他不复相见。皇上，沈雪欺君罔上，该死的人就该是他！赵青婉，你还要疯魔到什么时候？这个时候都还要攀咬阿雪？不是的，皇上，他不是沈雪，真正的沈雪已经死了。你说什么？婉答应，事关重大，你怎可信口胡言？婉姐姐，我一向待你敬重有加，你想谋害我的性命在前，污蔑我和许太医有染在后，你就如此不待见我，连我不是我这种话也说得出口吗？你敢承认你是真正的沈雪吗？赵青婉，你到底还想干什么？皇上，真正的沈雪早在您入宫前夜便中兵身亡了。皇上，他是假的，他这是在欺君呀！皇上，要杀我的人是你，婉姐姐，何来欺君一说？嫔妃真的沈雪这种话，可不能乱说。皇上，徐太医今天之所以为他说话，那是因为和他有着同一面貌的人有恩于徐太医。哦，是吗？回皇上，当初臣兄长重病，所需药材极为昂贵，臣的身份买不到那样好的药材，所以当日臣去给沈嫔请平安脉的时候，将此事告诉了他。娘娘何然便将药材赏给了臣，救了臣兄长一命。皇上，你听到了吗？他承认了。皇上，所以呢？这又能说明什么？皇上，这个贱人口口声声说从未见过徐太医，可若是真正的沈雪，怎会不知道此事？分明就是他替代了沈雪，
所以根本不知道沈雪和徐太医有这样一段前尘。沈平，当真有此事？哼，今日不管你是人是鬼，就算是我死，也定要拉着你垫背。皇上，你到底是谁？皇上，徐太医当初给臣妾诊平安脉时，面露难色，臣妾担心他因为心事在皇上面前有所纰漏，便多问了他2句。得知他有困境后，便擅自做主，赏了他一些药材，想着多做一件好事，也是为府中的孩儿祈福。当真？早知道当日的善举会酿成今日的恶果，臣妾当时就应该让他去见圣上，求陛下开恩。你为何不早说？这么小的一件事情，若是臣妾日日挂在嘴上，又让徐太医如何自处？又让皇上如何看待臣妾？阿雪，你入朕初见那般体贴。皇上，他是骗你的，你不可以听信于他呀！皇上，他真的是假的！皇上，你杀了他！你杀了他！他是假的！皇上，欢姐姐，若我是假的沈雪，那真的沈雪如今何在？难不成是你把他给杀了？皇上，你别听他胡说！皇上，分明是他和许太医有染，他们想置臣妾于死地呀！皇上，臣感念娘娘对陈兄长的救命之恩，半步都不曾僭越。长乐宫一众宫女、太医院众太医皆为见证，还请皇上明察秋毫。皇上，欢姐姐如此污蔑臣妾和徐太医，这样传出去了，要让人如何看待你的后宫？沈雪，你处处和我作对，你今日分明是想害死我啊！姐姐这话真好笑，在汤中下毒，谋害皇嗣的人是你，污蔑我和许太医有染的人也是你。如今，却说我想置你于死地。王德全，管答应蓄意谋害龙嗣，戕害嫔妃，搬弄是非，兴风作浪，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即刻起，打入冷宫。是。皇上，你个贱人！你不得好死！我祝你永世不得超生！你个贱人！你个贱人！阿雪，吓着你了吧？你先休息一下，朕批完折子就来看你。微臣告退。太好了，管答应被打入冷宫，娘娘的仇也算是报了一半了。不够，不够！我要赵今晚和庄荣去死！我要赵家和庄家给他们陪葬。赵家在前朝为官，想让赵家覆灭，并非易事。难道娘娘你有妙计？姐姐，害死你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他。婵儿，还答应刚被打入冷宫，日子一定不会太好过，就以赵家的名义做些好东西给他，一定不要苦了他才是。婉姐姐的命真好，听说前几日赵大人还让人送了天山雪莲进冷宫，生怕婉姐姐受委屈，还叮嘱婉姐姐要好生反思，莫要再触怒龙颜了。天山雪莲？是啊，臣妾听闻这天山雪莲长在悬崖间，千年才化形一株，万金难求。赵大人当真是心疼姐姐。万金难求的天山雪，这赵维前区一个四品官，家底倒是丰厚啊。王公公，给朕好好查查赵维前府上进来的开销。是。赵今晚，你
可要好好享用我费尽心思给你弄来的天山雪莲了，就当你帮我杀了你父亲的谢礼好了。陛下，这是账本。皇上息怒，切莫气坏了身子。赵今晚在后宫兴风作浪，他父亲在前朝搜刮钱财，贪污受贿，这要如何息怒啊？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哼，这桩桩件件，证据确凿。误会，朕若是不处置赵为前，朝中重臣恐怕都要效仿，甚至皇帝倒是成了他们的摇钱树了。皇上圣明。传朕口谕：赵家成年者一律斩首，未成年流放边疆，成年者妻女一律贬为官奴。是。皇上，臣妾求您放了臣妾母家，求您放了臣妾母家，皇上。你可知你母家犯了什么罪行？朕念在你入宫伺候这么多年的份上，找你这里，冷宫就是你的坟墓，回去好好忏悔。皇公公，这天冷了，皇上心疼婉姐姐，派人好生将婉姐姐带回去，考考我。本宫随后便去看婉姐姐。是。皇上，阿雪，赵清婉处处针对你，几次陷害你和皇儿的性命，你为何还要护着她？婉姐姐对臣妾有歹心，无非是因为皇上对臣妾太好了。对你太好了，那照雪儿这么说，朕少疼你些便是了。臣妾自是希望日日都能见到皇上，不过还请皇上雨露均沾。这后宫6院，人人都盼着朕去，倒是你，怎么还要把朕往外推啊？因为臣妾不愿引得六宫不睦，六宫不睦则前朝不宁，前朝不宁，则皇上心神难安。阿雪，你果真体贴大方。王德全，即刻传旨，享谕六宫，沈嫔绘制兰心，端庄大方，聪慧灵秀，即日起册封为妃，封号德贤。是。臣妾谢皇上隆恩。来，起来吧。朕不仅要封你做贤妃，还要在你的封妃大典上开坛祭天。奴才恭喜贤妃娘娘，当年荣贵妃宠冠六宫，但在封贵妃大典上也没有过这样隆重啊！贤妃娘娘好福气呀！皇上对臣妾如此好，这要让臣妾如何自处啊？朕的阿雪值得最好的。姐姐，有时候憎恨就像思念，永远也无法停止。霜雪飘落。你这个靠着皇上醉酒宠幸才怀上龙嗣的贱婢，何德何能啊！竟然还要陛下亲自出宫为你祈福，你配吗你？把这贱人给我活活烧死！是你，你把我害成这样，你还敢来？当初你杀死沈雪的时候，可有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落得如此境地？沈雪，我要找皇上，我要告发你！
告发？你只能去阎王面前告发。你要干什么？当然是自杀未稳。你不能杀我！杀了，在我的手。皇上，臣妾冤枉呀！皇上，臣妾冤枉呀！天道好人，下一个该轮到你了，庄手。娘娘不好了！什么事情这么慌张？好生说话。皇上刚刚封了沈嫔为妃，小玉六宫的旨意马上就到。你说什么？皇上择了贤字作为封号，不仅如此，还要在封妃大典上开坛祭天祈福。贤妃还要开坛祭天？这个沈嫔到底给皇上灌了什么迷魂汤药？大典上开坛祭天，那是后位才有的殊荣。不过一个小小嫔妃，皇上竟然为她做到如此地步。娘娘，这贤妃往后怕不是要爬到您的头上来了。一个鹌鹑一样的废物，突然学会了争宠的手段，仗着怀有龙嗣就想踩本宫一头，做梦！开坛祭天是吧？本宫就给你好好操持。皇上，吃点心。皇上，你忘记了吗？太医说这几日胎象不稳，不宜同房。难不成您都忘了？朕自从宫外祈福以后，就总是想你。你说，你是不是这上天赐给朕的礼物啊？皇上，臣妾参见皇上。参见贵妃娘娘。贵妃今日前来，所为何事？回皇上，皇后娘娘凤体不宁，臣妾定将贤妃妹妹的封妃大典办得风风光光，还请皇上允准。封妃大典由礼部操办，贵妃贤德，朕心甚慰。不过操办封妃大典一事，就算了。皇上，臣妾能得贵妃娘娘操持臣妾的封妃大典，是臣妾的荣幸。若是就这样服了贵妃娘娘的好意，臣妾心中难免不安。怎么，你想让贵妃操持吗？就是怕贵妃娘娘劳累的身体，那臣妾心中就更加不安了。也罢，只要阿雪喜欢，那就由贵妃操持吧。臣妾定不负皇上和贤妃娘娘所望。阿雪，走吧。自己撞上门来找死，周柔，这可怪不得我。在这后宫中，越是得宠，摔得越重。本宫还怕那个贱人不得宠，那就枉费了本宫的这番心思。娘娘，您何苦向皇上提议筹备封妃大典？这些日子，娘娘为着这件事情奔走，都累瘦了。蠢货，你懂什么？是奴婢多嘴。娘娘做什么，自是有她的打算。咱们做奴婢的，只管替娘娘安排好一切。还是你懂？让你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回娘娘，都已经准备好了，静待封妃大典的那一日。本宫不管你是地狱归来的鬼魂，还是假面妖妃，封妃大典就是你的忌事。出什么事了？
荣贵妃在您要上香祈福的祭坛中埋了火药，一旦您上香祈福，香灰掉落就会引爆炸药。我就说庄荣怎么突然改了性情，要操持封妃大典，表面上贤良淑德，背地里原来是想杀我。距离封妃大典还有半炷香的时间了，怎么办啊？贤妃娘娘，封妃大典已经准备好了，陛下命奴才前来请娘娘。娘娘请吧，不要耽误了吉时。吉时已到，请皇上、皇后娘娘进香祈福。朕等着你。愿上苍保佑，皇上和贤妃同心同德，愿贤妃早日诞下皇嗣，替我大齐开枝散叶。阿雪，朕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请贤妃娘娘敬香，敬天地祖宗。妹妹可要快着些，莫要误了吉时。若是上苍怪罪，你我可吃罪不起呀。贤妃，你这是何意啊？原本臣妾不应该节外生枝，只是还有贵妃娘娘在臣妾之上，臣妾实在不敢逾矩，不如先请贵妃娘娘先行进香祈福。这贱人忽然让我先行进香，难道是她知道了什么？果然是朕的阿雪，体贴大方。既如此的话，荣贵妃，你就在贤妃之前先行进香吧。贵妃娘娘可要快些，误了吉时，可是要遭天谴的。贵妃还愣着干什么？难不成要皇上等你吗？贵妃，贵妃，莫要误了吉时。好，朕有皇后这个贤妻，又有贵妃和贤妃这两大美妾，朕足矣，真是天佑我大齐啊！贵妃娘娘可真是狠毒啊，竟然往这祭天坛内藏火药，难不成想炸死臣妾？你是怎么知道的？娘娘莫要大声嚷嚷，让皇上听见了，那可就性命不保了。你是谁？本宫的炸药去哪儿了？娘娘手眼通天，怎会不知这布置祭天台的人中，都是臣妾的眼线。你能加火药进去，我自然也能将害我的东西清理干净。庄荣，既然你处心积虑的想要害臣妾，那本宫就随你愿。阿雪，我的肚子，我的肚子！阿雪，庄荣，看你干的好事！阿雪和龙嗣要是有损的话，朕要你偿命！回皇上，
贤妃娘娘腹中龙嗣已无碍，不过这动了胎气，接下来怕是要静养了。容妃，皇上，臣妾是无心之事啊！不，是贤妃的有意为之。你的意思是，贤妃抓着你的手，把自己推下了祭天台？没错，皇上，正是如此。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与臣妾无关。你放肆！贤妃处处礼让你，就连封妃大典都不敢越过你范围。你现在的意思是告诉朕，贤妃当着朕和文武百官，还有众嫔妃的面，当面陷害你了？皇上，贵妃许是操持封妃大典累着了，您保重龙体，切莫动气。你看看，贤妃温婉懂事，你什么时候能跟她学一学，少给朕惹麻烦？皇上，臣妾真的是无心之失，臣妾是被吓着，才会推了贤妃。贵妃娘娘是六宫表率，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请问你是被什么事情吓着了？要置臣妾与腹中龙嗣于死地？还六宫表率，朕看他是得了失心疯了。来人，传旨下去，贵妃御前事宜德不配位，即日起闭门思过，非旨不得出。皇上。恭喜娘娘，如今贵妃已经被禁足，接下来她可没有好日子过了。庄荣和庄家一天不死，姐姐的仇就不算报。娘娘，这是何意？如今贵妃被禁足，心里肯定急得很，咱们呀就帮帮贵妃。把这个交给许太医，他自然知道该怎么做。荣荣，我要你和庄家一起死！朕不过是刚下令禁足贵妃，让她反省反省，她便忙不迭地给庄家修了封家书。哼，这庄将军也是真心疼女儿，这求情的折子就这么递上来了，其中字字句句不乏指责朕的意思。这庄家还有没有把朕放在眼里？说到底，这不过是后宫的一些小事，皇上罚也罚了，不如就将贵妃放出来吧。放她？哼，他庄家不过是朕手镯中的一把剑而已，仗着军功敢威胁朕。好啊，朕倒要看看，究竟是谁杀了谁。皇上息怒啊！传旨，贵妃德不配位，着即降为容妃。卓荣，好戏不过刚刚开场。本宫要礼服，你们都退下吧。是。娘娘，奴才今日有一消息要告知娘娘的。本宫把你放在沈雪身边这么久，你始终没有传过信。今日所说是真是假？娘娘救过奴婢的母亲，有救命之恩，奴婢不敢欺瞒娘娘。说什么消息？回娘娘，长乐宫的贤妃，怕不是真的贤妃。你说什么？回娘娘，此消息千真万确。贤妃娘娘每日清晨都要禀退下人独自在佛龛面前念经，但却从来没有人知道她的神龛里究竟是供着什么牌位。奴婢今晨多看了2眼，佛龛里竟然是刻着沈雪之位的牌位。那个贱人果然是假的。来人，去养心殿请皇上到长乐宫一趟，就说本宫有要事，请皇上定夺。不知容妃姐姐一大早带人闯进来，不由分说的责问我的宫女，所谓何事？欺君犯上，还敢问本宫前来所谓何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皇上驾到！
参见皇上。参见皇上。今日叫我前来，所谓何事？皇上，婉大爷当初所说的都是真的，她根本就不是沈雪，而是沈雪的胞妹。皇上，臣妾的确有个年纪相仿的胞妹，不过在家中待嫁。容妃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容妃，你是让我过来看你发疯的吗？进来吧。启禀皇上，这是娴妃的贴身宫女，今日她缓缓跑到臣妾宫中，说是娴妃每日礼服都要屏蔽旁人。她深觉奇怪，今日便多看了2眼，发现娴妃佛龛中供奉的并非神佛，而是刻着沈雪名字的牌位。你说什么？皇上，奴婢不敢欺瞒皇上和娘娘，奴婢的确亲眼所见。若娴妃娘娘是真的，又怎么会供奉自己的牌位呢？皇上，方才她也承认了，沈雪的确有一胞妹。依我看，她就是顶替长姐进宫的妖孽。淑妃娘娘，这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你到底是真是假？一看佛龛中的牌位便知。王德全，奴才在。看看那个佛龛，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若你是被冤枉的，朕自会为你做主。回陛下，这是在娴妃娘的佛龛中取出来的灵位。沈雪之位。你若是沈雪，那这牌位从何而来？难不成还有活人给自己立牌位的，还不从实招来？到底怎么回事？皇上，臣妾早就听闻，这沈雪在宫外还有一胞妹，我看肯定是沈雪那个贱人跑去和宫外的男人私通，才找了这个妖孽进宫顶替。若真如容妃娘娘所说，真的沈雪跟人私通跑去宫外，那即便我是假的，为何要私设牌位？你还敢狡辩？皇上，这个贱人顶替后妃，欺君罔上，混乱宫闱，断不可轻饶啊！皇上，奴婢不敢欺君啊！您不曾宿在长乐宫的时候，娴妃娘娘每日清晨都会屏退旁人，独自打开佛龛，美其名曰礼佛，实则一待就是1个时辰，只有与她最亲近的婵儿才能近身。好你个妖孽，身边居然还养这个妖孽！皇上，此主仆2人罪孽滔天，断不可轻饶，即刻处死为好。你到底是谁？皇上，正如容妃所说，这牌位是给臣妾自己设的。你说什么？阿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皇上，从前臣妾不过是浣衣局的宫女，无论是3服还是3九，都只有洗衣服的份儿。如今因着皇上的宠爱，成了娴妃。阿雪，从前的日子再不好过，如今也都好过了。这牌位正是用来警醒自己的。警醒自己？妖孽！如今你被抓了现行，还敢妖言惑众！皇上，您可千万不能被他给迷惑了。闭嘴！皇上，臣妾原本设立牌位是警醒自己，即便现在有了皇上的宠爱，得慕天恩，做了娴妃，也不能忘了来时路，要时时刻刻对下人体贴关怀，却不曾想此举给皇上惹来如此的麻烦，还请皇上降罪。朕的阿雪如此体贴聪明，何罪之有？地上娘，起来吧。皇上，臣妾自是有罪。臣妾自问，从入住长乐宫以来，从不曾苛待下人，未曾想，还是出了这样的事情，竟出了叛主诬告之人。皇上，奴婢不敢啊！还有你不敢？娴妃今日要不是因为有你，岂能有今日的灾祸？来人，贱婢背信弃义，在宫中断不可留，拖出去，乱棍打死，以儆效尤。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且慢，燕儿，你是自打本宫入住长乐宫，便一直在本宫身边伺候的。本宫不相信你会无缘无故的诬告本宫。今日之事，背后必有主谋。若你说出实情，本宫兴许可以向皇上求情，饶你一命。
能为本宫所用，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不可。娘娘，并非是奴婢不识抬举，而是贤妃娘娘平日待奴婢不薄，奴婢不能背弃贤妃娘娘啊！也就是说，你要看着你的父母兄长死在宫外？奴婢愿为娘娘效犬马之劳，求娘娘放过奴婢的家人。算你识时务。若是有朝一日东窗事发，且为奴婢一人所为，与娘娘无关。今日之事，乃奴婢一人所为，与旁人无关。当真？当真。既是如此，那本宫也保不住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拖出去，免得误了贤妃的眼。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容妃娘娘救奴婢！容妃娘娘，燕儿似乎在向你求救呢。皇上，此事与臣妾无关啊！臣妾是被那贱婢误导，请皇上恕罪。皇上，容妃姐姐说，燕儿一大早便跑去她宫中告本宫的状。可是这燕儿是本宫的人，纵使本宫有千般错，要告状也只能告到皇后娘娘那。燕儿好好的，为何要跑去容妃姐姐那里？难不成燕儿是容妃姐姐安插在臣妾身边的眼线？皇上，臣妾……皇上，臣妾被人监视倒没什么，可是臣妾实在担心腹中龙嗣的安危啊。图谋龙嗣，珍妃，你好大的胆子！皇上，臣妾不敢。不敢？你让人来御书房传口信，让朕来长乐宫，不过是想凭借一个牌位杀掉阿雪，还有什么是你不敢的？皇上，臣妾行事确实鲁莽，但臣妾这都是为了皇上好啊！为朕好？臣妾一心爱慕皇上，今日之事不过是想帮皇上肃清宫闱，不想眼睁睁看着后宫发生这等邪祟之事。邪祟？朕看你被邪祟上身了，一口一个私奔胞妹顶替，哪里有半点后妃的样子？皇上，臣妾知错了，可臣妾实在不忍心看着皇上被蒙在鼓里，还请皇上体谅臣妾的一番苦心。苦心？那照你所言，朕还要嘉奖你一番喽。即刻给朕滚回宫中！给我少来阿雪面前惹她不开心！皇上，滚！阿雪，今日让你受委屈了。皇上什么都不知道，一时着急，也是因为臣妾未曾提早禀报。臣妾不委屈。朕的阿雪还是如此的体贴啊！皇上，西北传来捷报，容妃兄长庄小将军已攻下敌方3座城池，奏折已经送到御书房去了。皇上先去处理军中事务，臣妾等着你。好，阿雪，朕晚些再来看。既然皇上不想驳了庄家的面子，那就让庄家给庄主陪葬。皇上当真宠爱姐姐，得知姐姐有了身孕，亲自出宫去给姐姐祈福，怕姐姐一个人在宫里孤单，还先了我进来给姐姐作伴。坏人不得留宿宫中，今夜臣女留在阿姐宫中，是皇上格外开恩。等皇上回宫为我行了册封，我便向皇上全党致意。阿昭儿，你也到了婚配的年纪，阿姐定为阿昭寻个好夫君。如何？全凭姐姐做主，阿姐对我最好了。你当真看中这个孩子？既如此，那就让这个孽种先替你去探探黄泉路。荣荣，你杀了我姐姐，杀了我姐姐的孩子。既然如此，那我便用我姐姐的孩子杀了你。娘娘有何妙计？我听说庄小将军班师回朝，带了一颗千年难见的夜明珠。
皇上今日如此兴致勃勃，难道是因为庄小将军西北大捷？不错，这庄萧少年有成，丝毫不逊色于这镇国大将军，不仅得胜还朝，还给朕带来了一个千年难见的夜明珠呢。皇上果然慧眼识英雄。不过此次庄小将军大捷，理应重赏庄家，可庄家已经位居一品镇国大将军，庄小将军也已封狼居胥，这皇上若是再赏，只能将容妃复了贵妃之位吧。这容妃处处针对你，朕若是复了她的位，阿雪不会怪朕吧？怎么会呢？庄家在前朝公正朝野，如今又有军功加身，后宫都在议论此事。后宫前朝一体，若是容妃受了什么委屈，想必庄家也会不高兴。若是起了什么别的心思，那岂不是要朝野动吗？是臣妾妄议朝政，请皇上恕罪。你何罪之有？倒是这庄家屡次居功自傲，上次朕不过是禁足了容妃，他们就忙不迭的写了个求情的折子进了宫里。真要是因为这次的军功加封了容妃，哼，还不知道这庄家更要无法无天了。皇上英明，是臣妾愚钝。若不是你提醒，朕何尝会想到这些？你肚子里还有朕的龙嗣，岂能说贵就贵啊？皇上，朕的阿雪比从前更加动人。皇上，许太医说了，臣妾最近胎相不稳，皇上可别伤了孩子。胎相不稳，那朕就把庄萧带回来的那颗夜明珠赐予你安胎如何？胎相不稳，那朕就把庄萧带回来的那颗夜明珠赐予你安胎如何？多谢皇上隆恩，臣妾感激不尽。只是这样好的东西，千年难得一见，臣妾则好私藏。不如把和宫姐妹叫过来一起观赏，大家也算热闹热闹，如何？好，好，好，朕都听你的。庄如，孩子已经为你搭好了，就等你来唱这出戏，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皇上对贤妃真是一往情深，今日臣妾也是沾了贤妃的光，才能见到这千年难得一遇的夜明珠。愿贤妃对皇上之心如磐石无转移。皇后娘娘贤德，臣妾当以皇后为表率，忠于皇上，时时刻刻为皇上分忧。朕的皇后越发的贤德，不愧是朕亲自立的皇后。阿雪也是一如既往的乖巧。多谢皇上。这容妃娘娘还真是难请啊！这皇上和贤妃娘娘请咱们一同观赏这千年难遇的夜明珠，这皇后娘娘都来得这般早，容妃娘娘却迟迟不来。容妃娘娘的兄长刚刚在西北立下战功，这容妃便仗着母家，连皇上也不放在眼里了吗？安大爷，孙贵人不得放肆。许是容妃姐姐记得上次的事情，对臣妾记恨在心，便难以释怀。上次他带人闯了长乐宫，险些害了你，朕没有问责，已然是开恩。如今你好心请他，他倒是摆上架子。王德全，奴才在。你亲自去请容妃来。是。臣妾参见皇上。方才臣妾去库房中给贤妃妹妹挑了个礼物，这才来迟。妹妹不要见怪才是。皇上，如今贤妃有孕，所有进入长乐宫的东西都得仔细查验。这容妃送的东西，皇后娘娘这是信不过臣妾，还是信不过皇上？臣妾送贤妃妹妹的，乃是当年臣妾进宫时，皇上送臣妾的那副玉镯。这是容妃姐姐和皇上的定情信物啊！容妃姐姐怎也舍得送我？妹妹和皇上情深意厚，有什么东西是送不得的？容儿，几日不见，倒是懂事了许多。从前是臣妾骄蛮，如今父兄在西北为皇上尽心尽力，若是臣妾还在后宫中起风浪，那便是对不住圣恩。容儿，你现在这副模样，
倒有几副从前刚入宫的样子。那皇上可还生臣妾的气？朕自是知道你的脾气和秉性，不过是耍些小性子罢了。既然知道错了，过几日朕就复了你的贵妃之位。臣妾叩谢隆恩。想作位，朕有我在，你便只有死路一条。皇上，这是何物？这是念安寺的住持前几日进宫诵经，得知臣妾怀有龙嗣后，让人送了一些平安符过来，说是可以保龙嗣安康。只不过需要宫中妃位及妃位以上的姐妹亲手将这平安符挂在臣妾的寝殿内方可。不知可否劳烦各位姐姐？祈福行善，自是义不容辞，更何况是为了贤妃腹中的龙嗣。皇上，臣妾带德妃和宁妃先行进殿。皇后贤德，去吧。臣妾多谢皇后娘娘。蓉姐姐，这是不愿意为臣妾腹中的龙嗣祈福吗？皇上，并非臣妾不愿为贤妃妹妹腹中龙嗣祈福，而是臣妾从前犯下口业，贤妃殿中有胎神坐镇，唯恐戴罪之身进入，已有所冲撞。这神学今夜态度突然转好，想来有诈。皇上，阿雪，你这是干什么？恳请皇上看在臣妾腹中龙嗣的份上，不要与蓉姐姐计较。如今为龙嗣祈福事大，还请皇上宽恕蓉姐姐。这又不是什么大事，也值得你跪下。若是伤了孩子，看朕怎么罚你。快起来！臣妾一时心急，还请皇上恕罪。罢了罢了，容妃，阿雪都替你求情了。朕也说了，过了几日便复了你的贵妃之位。如今你也不算那戴罪之身了。淑妃姐姐，就连皇上都说了能够宽恕你，那姐姐还是不愿意为我腹中的胎儿祈福吗？你到底打了什么算盘？容妃姐姐这话好笑，我一切为了孩子，能打什么算盘？容妃，你为何一再推辞？难道是瞧不上阿雪腹中的孩子吗？臣妾不敢。朕的耐心有限。既然皇上想要臣妾去，臣妾去便是了。容妃娘娘，你亲手杀了沈雪，如今再进入到她的寝殿，难道就不怕她的灵魂没有入轮回，在这等着你报仇吗？你到底是谁？我是沈雪啊。你想污蔑我，也得找个恰当的理由。你口口声声说你就是沈雪，又说沈雪已经被我杀了。若我真的杀了沈雪，那你是谁？那你觉得我是谁？若我真的杀了沈雪，那你这个口口声声说自己就是沈雪的妖孽，岂不成了欺君罔上的罪人？我何时说过我不是沈雪了？你凭什么说是我杀了沈雪？是谁在那儿？别的人是你？那夜，容妃娘娘说的是哪一夜啊？让我好好想想，是不是杀死沈雪的那一夜？定是沈雪的胞妹，是不是？是你来找本宫复仇的，对不对？容妃娘娘想象力还真是丰富。我是来自地狱的恶鬼，来找你们复仇的。你少在这装神弄鬼！我就说嘛，原来像只鹌鹑一样的沈雪，突然学会了争宠的狐媚手段。原来你果然是假的。容妃娘娘是不是画本子看多了？你还装？本宫这就去向皇上拆穿你的真面目！欺君罔上之人，该当凌迟处死！真容，你该死的人是你！
依着神血的牌位说，你没有残害过神血，从未残害过后宫嫔妃和皇嗣吗？你是不是疯了？到底是我疯了，还是你不敢说？我有什么不敢的？我从……你不敢说，我替你来说。1年前，你嫉妒英贵人尹玉，从他医院拿了红幡掺在他的饮食中，导致他那已成型的男胎生生滑落。胡说！半年前，宁妃得宠宗修，你唯恐他是否还有身孕，你的地位不保，便让你的贴身丫鬟端着那婢子汤，生生给他灌下。那婢子汤中含有大量的雄氏，损了宁妃基底。她才20岁，可从那以后，便再也不能生育了。我没有！你胡说！你胡说！谁有？到底是没有，还是你不敢向神明起誓？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这么说，我说的那些是真的了？不是的！你胡说！胡说！你是妖孽！妖孽！你到底是谁？我输了，我是地狱归来的恶鬼，找你报仇。今夜就是你从脑袋滴落之时，什么意思？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阿雪，我的孩子，你干了什么？阿雪，你醒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贤妃妹妹节哀顺变，你还年轻，很有机。我还年轻。容妃娘娘说的轻巧。刚才在殿中发生了什么？皇上，是容妃害死了臣妾的孩子。说什么？皇上，臣妾没有。皇上，臣妾不知何时得罪了容妃，这容妃想要谋害臣妾的性命，臣妾的孩子还没有来这个世界考验。庄容，皇上，臣妾没有半点要害贤妃的心思。容若夫人今日也不会拿了当年与皇上的定情信物给贤妃安胎。闭嘴！皇上，臣妾冤枉啊！是贤妃她纠缠于臣妾，臣妾不得已才推了她。这次事到如今，你还不肯说实话？你忘了你的狼子野心，朕可没忘。封妃大典上，就是你把贤妃给推下去，今日故技重施，是想害了贤妃的性命吗？皇上，臣妾冤枉。够了，朕不想再听你狡辩任何一个字了。来人，把容妃给朕拖下去。皇上，是贤妃她陷害臣妾，臣妾不得已才推了她。淑妃娘娘，你一口一个臣妾纠缠于你，陷害于你，此刻皇上也在这，臣妾也想求一个公平。那你就向皇上禀明，我是如何纠缠于你，陷害于你的？说，刚刚不是口口声声说阿雪诬陷纠缠，现在给你机会说，怎么不说？皇上，方才大殿之中只有臣妾与贤妃二人，昔日便与臣妾不和，所以才会故意诬陷臣妾。淑妃娘娘，你说不出来臣妾是如何纠缠于你、陷害于你，就只能说出来这种话吗？难不成是阿雪抓着你的手，把自己推下去的？皇上，正是如此。荒唐！皇上，臣妾深知这个孩子来之不易，皇后娘娘也说过，臣妾腹中的龙嗣乃天降祥瑞，我又如何舍得设计杀死他呢？是血！皇上，您切不可听他一人之言，臣妾百口莫辩。既然容妃娘娘百口莫辩，那不如我们就听听你身边的人是如何说的。皇后，刚才殿中发生了什么？你可知道？回禀皇上，刚才贤妃和容妃进入寝殿之时，臣妾等已经退出了殿外，隔得比较远，听得不太真切，只隐隐约约听到了皇嗣、后妃之类的话。庄容，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皇上饶命！你可是容妃的贴身宫女。正是。皇上，方才素琴一直在大殿门外守着，她一定看到了殿中发生了什么，请皇上听素琴一言。来，说说看，看到什么？沈雪，素琴乃我贴身宫，你设定局是要以死请你的死局，到头来你还是要死在本宫的手中。启禀皇上，奴婢方才在门外，亲眼所见，容妃娘娘推了前妃娘娘。你说什么？此言当真？回禀皇上，事关龙嗣，奴婢不敢有半分虚言。容妃娘娘，如今连你身边的宫女都这么说，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贱人！究竟是谁给你的胆子，让你陷害本宫？娘娘，奴婢虽然伺候您左右，可这后宫之中当以皇上为尊，龙嗣事关重大，恕奴婢不能再继续方便您了。终于，你指使我身边的宫女诬陷我，想方设法的要铲除我。如今我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好好尝尝这种滋味。贱人，说是不是沈雪指使你的？容妃，放！皇上，奴婢不曾受任何人指使。容妃娘娘和贤妃娘娘向来不睦，奴婢作为容妃娘娘的贴身奴婢，没有理由，更没有机会可以接触贤妃娘娘，还请皇上明察。照你所言，容妃作孽必然不是头一遭。你在她身边伺候这么久了，说说看，你还知道些什么？回皇上，奴婢是半年前才到容妃娘娘身边之事，容妃娘娘从不肯向奴婢透露半分。不过方才容妃娘娘和贤妃娘娘在大殿中的争吵，奴婢听得一清二楚。方才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方才容妃娘娘说，贤妃娘娘是妖孽，她腹中的孩子就应该和她一起去死。随后便推了贤妃娘娘，贤妃娘娘的肚子正巧撞在了桌角上，这才酿成了惨祸。你胡说！她是你的贴身宫女，还会帮着外人诬陷你吗？皇上，臣妾没有。有你这样的杜甫在朕的后宫中，朕的后宫怕是不得安宁。王德全，即刻将容妃贬为庶民，剥去服制，打入冷宫。皇上，皇上，求求你看在臣妾兄长刚从西北得胜还朝的份上，就饶了臣妾吧，臣妾真的是被冤枉的。皇上，容妃所言有理。阿雪，他刚刚可是险些害了你的性命啊！如今庄家小将军大胜还朝，风头正盛，如果皇上在这个时候因为臣妾的孩子将容妃贬为庶民，庄家必定心生芥蒂，到时候前朝动荡，皇上又要忧心了。贤妃，你可要想好了，他害死你的孩子，又险些要了你的性命。若不是许太医妙手回春，此刻你恐怕已经在阎王殿了。我知道皇后娘娘体贴臣妾，皇上更是宠爱臣妾，舍不得臣妾受半点委屈。可是如今庄家军功甚伟，臣妾没有母家，无依无靠，可是也想为陛下分忧。朕这个皇帝还要看庄家的脸色。皇上，求您了，从轻发落容妃吧，就当是为腹中的孩子超度了。你看到了吗？阿雪这样体贴识大局，你竟还要狠心的诬陷她，害她性命吗？皇上，他就是个贱人，是个祸国殃民的妖孽！住口！你竟如此不知悔改！容妃，贤妃不计前嫌，此刻还在替你求情，倒是你，竟在皇上面前诬陷贤妃。皇后，我看着就别在这猫哭猴子假慈悲了。大胆！你竟然敢陷害贤妃，还敢妄议皇后，我看你是活腻了。皇上，臣妾冤枉。冤枉？你先是陷害贤妃，现又诟病皇后，这桩桩件件，朕哪一件冤枉了你？朕念在你庄家护国有功，只将你降为答应。你现在给朕滚回宫里去，闭门思过。皇上，滚！娘娘，请吧。
微臣告退。阿雪，朕又让你受委屈了。臣妾还年轻，只要皇上不厌弃臣妾，臣妾还能再有孩子的。朕又如何会厌弃你？皇上，今天闹了一晚上，你也乏了，不如先去皇后宫多休息吧。阿雪，你……我没事，皇上保重龙体。那朕明日再来看你。许太医，素琴的病重的母亲就交给你了，我答应过她的。娘娘放心，臣自当尽心竭力。周柔，既然你喜欢残害龙嗣，那本宫就让你尝尝被孩子害死是什么滋味。许太医，你帮我备一副药。是。皇公公是怎么伺候的皇上的？这茶水凉了，也不知道找人换上。阿雪，你怎么来了？臣妾自小产后一直在长乐宫养身子，已经有1月未见皇上了。今日想皇上的紧，这才下床就赶紧过来。皇上可有想小雪？啊！分明这张脸没有任何变化，可为何朕总是隐约觉得阿雪变了很多？臣妾就知道，皇上心里厌弃臣妾了。难道皇上以前对臣妾好，都是因为臣妾腹中的孩子吗？怎么会呢？阿雪的倾城倾国之子，朕的心里一直有阿雪。就算皇上心里不想臣妾，臣妾心中一直想着皇上呢。陛下，陛下，你何事如此慌慌张张的？回陛下，方才太医回话说，荣答应有身孕了。什么？摆驾。是。周柔，你可千万要喜欢我送你的这份礼物。臣妾参见皇上。蓉儿，你不好生歇着，怎么出来了？荣答应有身孕的事情，是真的？回皇上，荣答应确实已有3月身孕。王太医也诊过了。陛下，方才奴才去查了净室房存档，3个月前您的确照过荣答应。好事儿。沈雪，你再诡计多端又如何？你还不是要和那个废物皇后一样被我踩在脚下？皇上，荣答应有了身孕，这是大喜事啊！荣姐姐的位分是不是该升一升了？此事，荣姐姐比臣妾早进宫伴驾，如今后宫之中妃位空悬，臣妾忝居高位，常常自觉不安。如今荣答应身怀有孕，从前就是有万般不对，皇上也该宽恕一二，就当是为了他的孩子。阿雪，你当真心中不愿？只要皇上耳根子清净，6宫和睦，臣妾心甘情愿。不愧是朕的阿雪，等荣答应胎相稳固之后，便复了你的位分。真的吗？臣妾多谢皇上。皇上，臣妾有好些日子没有见到您了，不如皇上今夜就留在臣妾宫中。沈雪，贱人终究是贱人，想与本宫抗衡，你做梦！这孩子便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有了它，我便又能抓住皇上的心，重回贵妃之位，指日可待。皇上，荣答应如今初次怀有身孕，不过才3月，胎位尚未稳固，恐怕不宜伴驾。皇上，您看贤妃，她分明这是在嫉妒您疼爱臣妾。回皇上，荣答应身子着了凉，胎相不过3月，尚不稳固。正如贤妃娘娘所说，不宜伴驾，还请皇上三思。好了，太医都说不宜伴驾了，你还是好生歇着吧。皇上，
臣妾初次怀有身孕，生怕被有心之人陷害，夜夜惶恐，还请皇上陪陪臣妾。荣姐姐这话就好笑了。如今后宫之中姐妹融洽，有谁会害你？难不成荣姐姐怕孤魂野鬼半夜袭来吗？皇上，荣姐姐今夜不宜搬家，不如皇上就去皇后那儿吧。也好，朕也很久没去皇后那儿了。这样，等朕处理完政务了，朕再来看你。一个失宠的皇后也配跟本宫争？看陛下那不情不愿的样子，看来本宫还有机会。趁月萧索，无你奈何？你在那边也会想你的阿昭吗？人生月儿，此生依旧。哇，下雪了！铁马金戈，夜踏不碎。这心花，阿昭，姐姐教你跳舞吧。任岁月消磨，往事流转在你眼眸。阿昭，来跟阿姐跳舞啊！双手，唯愿你能得到阿雪，朕以前竟不知阿雪跳舞跳得这样好。陛下怎么来了？朕刚处理完政务，朕准备往皇后宫中去。不过现在看来，不用去皇后宫了。可是，臣妾没记错的话，皇上今晚不是要去皇后宫中？有你这样勾人的妖精，朕怎么舍得去别人那里？皇上当真喜欢阿雪吗？阿雪似乎和从前有些不太一样。难道他发现了什么？阿雪就是阿雪，有什么不一样？从前的阿雪胆小谨慎，可现在的阿雪似乎胆子大得很。皇上若是不喜欢，阿雪改就是。朕很喜欢。阿姐，你看，就连与你朝夕相伴的男人都分不清我。阿昭果然是最像阿姐的，是不是当年时间紧迫，我无法找许太医会做阿姐背上的胎记，我便能彻底变成阿姐，将那些害死阿姐的人全部打入18层地狱。今夜过后，我便让许太医替我毁造胎记，阿姐等我替你报仇。阿雪，皇上，朕怎么记得你这背后有块胎记？说，到底是谁？皇上，许是那夜醉酒看错了。当真了？阿雪怎么会骗皇上？难道皇上怀疑臣妾？不错，朕这么久没碰阿雪了，朕怀疑阿雪是否能像当初那般，让朕魂牵梦。
皇上试试就知道了。臣妾又画错了，不如皇上今晚到臣妾的宫中，好好教教臣妾。你可真是个小妖精，朕现在就好好教教你。臣妾参见皇上。你怎么来了？太医不是说你胎象不稳，要好生静养吗？臣妾思念皇上，便想来看看皇上。皇上的脸色怎么这样差？可是昨夜在贤妃宫中没有睡好，不如今夜。龙答应，太医说你有孕在身，不能侍寝。这件事情说了很多次了，你是想置朕的龙嗣于不顾吗？是臣妾的疏忽，臣妾也是思念皇上。行了，你先回去吧。皇上，臣妾还有一事。父亲说，兄长自打从西北回来，便旧伤复发，想要请宫中太医入府诊治，不知皇上意下如何？一品镇国公，宣个太医入府，怎么还需要朕的示下吗？是，臣妾多嘴了，谢皇上隆恩。臣妾这就让太医入府替兄长诊治。兄长若是知道他为国征战多年，皇上如此记挂他，他心中啊……朕让你回去，听不懂吗？臣妾告退。皇上，喝口茶吧。皇上为何如此动怒？龙答应因为这点小事来烦朕，不过就是因为庄家如今战功赫赫，如今又有孕在身，想要朕负了他的位分，如此不会寒了他庄家的心。荣答应不会如此大胆吧？阿雪，你还是太天真了。皇上许是猜错了。依臣妾愚见，皇上当日送臣妾夜明珠安胎，荣答应如今身怀有孕，皇上却不闻不问，所以想借争风吃醋的手段罢了。既然如此，皇上不如举办宫宴，大家一起热闹热闹，也算是宽慰荣答应，如何？阿雪，他可是险些害了你的性命。只要能为皇上排忧解难，阿雪就不算委屈。阿雪，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懂事。那好，就依你所言。今日特意为荣答应准备的宫宴，为何到现在都没瞧见他人呢？荣答应这身孕来之不易，竟然连皇上都不肯放在眼里。荣答应人呢？皇上，臣妾刚在来的路上，听闻庄家派人去了荣姐姐的宫里，或许荣姐姐正在跟家里人说话呢。哼，放肆！庄家眼里还有朕这个皇帝吗？皇上，如今庄小将军刚刚大胜还朝，此刻是正在风头上。说是皇上因这等小事降姐姐的罪，恐怕……庄萧不过打了一场胜仗，他庄家难不成还想爬到朕头上来不成？皇上对庄家已经厌烦到极点，主人，今天这出戏你可一定要好好唱，别让我失望。臣妾来迟，还请皇上恕罪。皇上，父亲派人给臣妾送了一幅古画，说是大家所作。皇上精通字画，不知今晚皇上可愿到臣妾宫中一同赏画？古画？正是。沈雪，你这贱人，
前几日在本宫宫中带走了皇上，今日我便让你知道，即便我被贬为答应，可皇上的心仍然是在我身上。蠢货，你果真如我所想一般，沉不住气。我倒是想知道，皇上见到你贵重的那东西，会是一副什么表情？皇上能否带臣妾一起去啊？贱，处处都想压我一头，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娴妃入宫之前，只不过是浣衣局的一个小小宫女，你懂什么古话？容答应的这话是何意啊？可是瞧不起浣衣局的宫女啊！臣妾不敢，只是那古话真稀，像娴妃这样对字画一窍不通的人，赏花也赏不出什么。臣妾是怕玷污了那古话。够了，阿雪，今夜你便陪朕同往。臣妾多谢皇上，不过臣妾还有一个不情之请。阿雪，你说。庄将军送容姐姐的东西必定是不凡之品。容姐姐刚说了，她这个古画是大家之作，可是再好的画作，只得几人所见，实属有蒙尘之憾。不如请和宫姐妹一同前往，让大家都开开眼。这样的好戏，当然是要大家一起看。不可！我好不容易能抓住皇上一次，机会再让你这个贱人得逞。皇上，容姐姐三番五次的拒绝臣妾，难道是看不上臣妾吗？还是看不上和宫姐妹，想要独占皇上？周容，这是你自找的。容答应，你到底是想要邀请朕去观赏古画，还是说这只是你争风吃醋的手段，和庄家一起打着幌子，不算账？皇上，臣妾父兄一心为国，臣妾这几日闭门思过，断不敢起谋算皇上的心啊！你既然没有这个心思，那今夜众嫔妃同往容答应宫中赏画。皇上，容姐姐是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吗？既然如此，皇上不知容姐姐肯不肯让人将那幅古画拿过来？正好和宫姐妹都在，大家也能一饱眼福。晚上看也是看，现在看也是看，不过是你和庄家早些死和晚些死的区别而已。还是朕的阿雪冰雪聪明。王德全，奴才在，即刻去容答应宫中把那幅古画取来。皇公公，你可要小心一点才是，莫碰坏了，让容姐姐心疼。皇公公，你可一定要一人就瞧见那贵重的包袱，千万别叫我失望。陛下，陛下，陛下，不好了！陛下，不好了！何事？慌慌张张的。皇上，这是什么东西啊？回陛下，这是从容答应的宫中找到的。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皇上，这带血衣裙也太可怕了！容姐姐宫中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皇上，求您彻查，为臣妾主持公道。臣妾如今身怀有孕，最见不得的便是这种血迹。若是腹中龙嗣被有心之人陷害，可如何是好？来人，给朕查清楚，是谁把这东西放到容答应宫中的？是。且慢。阿雪，皇上，怎么了？我看这带血的衣裙实在可疑，不如请太医来验一验，看看这上面的血迹到底是哪里来的。何必多此一举？只要彻查六宫，自然就能找到幕后凶手。到时候这衣裙上沾的到底是什么血，不就自然而然的水落石出了吗？皇上，这太医们正在门口候着，等着给容姐姐请平安脉，不如此刻正好方便把他们叫进来。说是因为这等小事情便彻查六宫，怕是又会引来不小的动荡。那就依娴妃所定，宣太医。皇上，不会有人真的想害臣妾吧？容姐姐别怕，等太医查验清楚，自然就知道这是什么血迹了。回皇上，这血迹是什么？说。刘太医，皇上面前你只管大胆回话。回皇上，这衣裙沾的是亏水。什么？这怎么可能？
皇上，荣姐姐也有3月身孕，这衣裙上怎么会有鬼水啊？这绝对不可能！皇上，一定是有人要陷害臣妾，故意将这东西放到臣妾宫中，诬陷臣妾，请皇上明察。皇上一定要彻查此事，以免冤枉了荣姐姐。皇上，臣妾身怀有孕，如今宫中竟被有心之人放了这种东西，唯恐冲撞胎神，伤害腹中胎儿，还请皇上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皇上，臣妾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孩子，如今荣姐姐怀有身孕，一定是上天的馈赠，皇上一定要好好彻查此事。阿雪，你真不怨他吗？皇上，孩子又有什么错呢？请皇上彻查此事。好，就依贤妃所言，王德全，奴才在。彻查一下，荣答应进来谁在伺候，是否有外人接触？是。回皇上，荣答应自怀有身孕以来就一直闭门不出，也鲜少有后妃到荣答应宫中走动。这外人也只有臣算外人，但臣对天发誓，臣绝不敢伤害龙嗣。荣答应怀的可是宝贝，谁稀罕去他宫中啊？荣答应的身孕来之不易，臣妾等都不敢前去探望，唯恐不小心便伤了荣答应。回陛下，查清楚了。荣答应宫中近来的确没有外人走动，也没有私相授受之事发生。那东西怕是荣答应宫中的。你这阉人，竟然敢开口污蔑本宫！你可知道这是欺君？陛下，皇上，皇公公对皇上忠心耿耿，不可能污蔑荣姐姐。正如荣姐姐宫中也没有私相授受的事情发生，是宫中姐妹也鲜少有人去荣姐姐宫中走动。不如将这衣裙翻过来看看。只要知道了这衣裙的布料来自于哪个公主，就水落石出了。皇上，臣妾认为贤妃言之有理，不过这沾了鬼水的衣裙，唯恐已经不洁，若是动手翻动的话。陛下，奴才本来就是不洁之人，奴才不怕，不如让奴才来翻看，也好给荣答应一个清白。皇上，这不是你当时赏给荣姐姐的浮光锦吗？我就说这荣答应怎么7日都闭门不出，原想着是荣答应胎相不稳，等略微稳一稳再前去探望，没想到是鬼水来了呀！皇上，不是这样的，皇上，臣妾怀有身孕，怎么会来鬼水呢？欺君罔上，你真是好大的胆子！皇上，您只是借臣妾使个胆子，臣妾也不敢拿这样的事情来骗您啊！荣答应，事到如今，你还敢狡辩？这浮光锦，皇上当日一共得了2匹，全部送进了你的宫中，旁人连半寸都未得到，皇恩浩荡，你就是这样报答皇上的吗？皇上，臣妾没有。皇上，难怪我看这衣服眼熟，您出宫为臣妾祈福当夜，荣姐姐就是穿着这身浮光锦，来到臣妾宫中探望臣妾。你穿着这身衣服，害死了我姐姐，我就用这身衣服当做送你的白绫，其实你必死无疑。荣答应，你好大的胆子！皇上，荣姐姐如今身怀有孕，之后宫姐妹难免有一时迷了心窍，行差踏错的姐妹，这衣物也不是什么难取的东西，若是被有心之人陷害，可就冤枉了荣姐姐。真是，事到如今你还装什么好人？我看这分明就是你所为！大胆！荣答应，贤妃处处维护你，就连你害死她腹中孩儿都未曾计较，你还敢污蔑于她？皇上，臣妾看荣姐姐情绪如此激动，这衣服不会真的是荣姐姐的吧？是荣姐姐的身孕，不会是假的吧？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皇上，当日太医院所有太医都为臣妾请了脉，臣妾的身孕不可能是假的。我看，分明就是贤妃想要诬陷臣妾。那你倒是跟朕说说，这沾满鬼水的衣物，到底是从何处而来？臣妾也不知道啊，说不准这也是贤妃所为。谁不知道她处处与臣妾作对，如今看臣妾怀有龙嗣，更是妒火中烧，想来陷害臣妾也是说不准的事情啊！皇上，
既然荣姐姐是怀疑臣妾所为，为了荣姐姐，也为了还臣妾一个清白，不如请太医来为荣姐姐诊脉。若荣姐姐真的有身孕，再来查浮光景的事也不迟。没听见贤妃的话吗？宣太医。是。许太医。臣在。许太医，姿势体大，你可得好好为荣姐姐诊脉。臣妾的身孕绝对不可能是假的。荣姐姐，请吧。回皇上，荣答应她没有身孕。你说什么？许太医，你不得妄言。当日所有太医给荣姐姐诊过脉，为何你今日说荣姐姐并无身孕？说，到底怎么回事？回娘娘，贾韵的药方已经给庄荣了，她果真信了刘太医的话，以为是做太药，忙不迭的便喝了。很好，庄荣还是那么的听话。回皇上，当时臣与众太医的确为荣答应诊过脉，当时的脉象的确是喜脉无疑，可当时臣对脉象有所疑义，奈何才疏学浅，不敢确定，所以近日回去翻阅古籍，这才确定了答案。什么答案？你说什么答案？你说古籍记载，若以一种仙草为方，可致使女子假孕，其脉象与喜脉无异。你说什么？许太医，事关重大，你可确定？回皇上，臣还有疑虑。有什么疑虑？说。这仙草生长于西北沙漠之中，想要取到它，非死即伤。可这仙草为何会出现在荣答应的宫中？或许是臣翻阅的古籍错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庄家，许太医，你方才说能做出假孕药方的药材长在何处？西北沙漠之中。来人，即刻搜查庄家。是。皇上，臣妾假孕一事与母家无关了，一定是有人想要陷害臣妾。怎么，你还要冤枉贤妃吗？你是想告诉朕，是贤妃千里迢迢从沙漠之处找了10几株仙草来陷害于你？皇上，你要相信臣妾。陛下，回陛下，御林军从庄家搜出了10几株仙草。许太医，你好好瞧瞧，是不是这东西？许太医，你好好瞧瞧，是不是这东西？回皇上，这就是微臣刚才所说可致使女子假孕的仙草。不可能，皇上，臣妾父兄连这是什么东西都不认得，一定是有人想要陷害臣妾，陷害臣妾的母家。这人赃并获，还要替你父兄狡辩吗？许太医，这仙草可异常难取。没错，这仙草生长于沙漠眼中，若非武艺高强，绝不可能得到。沙漠眼？正是，这沙漠眼位于大燕境内，大燕从不与我朝通商，更不可能贩卖。皇上，这仙草长在沙漠眼中，这沙漠眼位于100年来与我朝为敌的大燕境内，这庄家怎么会有20多株仙草？沈雪，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皇上，此事若传出去，必定朝野动荡，唯恐给有心之人安了庄家通敌叛国的罪名，以免寒了众臣的心，使清白之人蒙冤，还请皇上彻查。回陛下，从庄家回来的御林军找到了这个，请您过目。好啊，这就是朕亲封的一品镇国大将军吗？皇上，这不过就是一串胡文，这并不能说明父兄卖国求荣啊！你不清楚，朕便告诉你，这上面写着胡人伤你父亲，要我边塞药房图。
皇上，臣妾父兄一心辅佐你，绝不可能与胡人勾结。皇上明察。我朝在战场上向来无败军之绩，唯有一次边防被突破，损失了我10万将士性命。这么巧啊，在你庄家搜到了这字条。皇上，臣妾父兄绝不可能出卖皇上。够了，庄家，把天牢去解释吧。皇上，庄荣欺君罔上，贬为庶人，羁押冷宫，听候发落。皇上，皇上，皇上，臣妾父兄一心为国，你不能听信奸人挑唆啊！皇上，皇上。钟荣，不枉我跟着阿姐学会了超人笔记，又学会了胡文。幼时我还觉得这东西没什么用处，如今用在你身上，倒是也不枉费我幼时吃的苦吧。我说过，我要你亲手杀掉庄家。恭喜陛下，终于铲除了庄家这个心腹大患。王德全，你就没发现不对劲吗？不对劲儿，陛下是指？阿雪看似伪装答应说话，可实则桩桩件件都指向庄家通敌叛国。御林军去查，刚好就查到东西。从前的阿雪胆小怕事，就连查出身孕了，也畏畏缩缩，宁愿抗旨也不做这出头鸟。可现在的阿雪，照陛下所说，贤妃娘娘近来确实有些锋芒毕露了。你还记得朕从念爱寺祈福回来那年？记得。贤妃娘娘引蝴蝶入怀，那会儿都说贤妃娘娘腹中荣4只祥瑞，只可惜。去给朕好好查查，朕不在宫中的那几日，贤妃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今日多亏了许太医，要不是你以送补药之名，把仙草掺杂进补药中送进庄家，今日之事未必能成。还是娘娘聪慧，竟能将胡人笔记模仿得如此相像。现如今，庄荣已被贬为庶人，庄家众人已经被打入天牢。如此，阿雪不，你阿姐的仇就算是得报了。娘娘，这婵儿跟你说了什么？他说，皇上已经对我的身份起了疑心，现在他也让王公公去查他出宫祈福几日，和阿姐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娘娘，你一定要尽快想出这脱身之法，这欺君可是重罪，一旦被发现……自从我决定为阿姐报仇的那刻起，我就已经不再顾及自己的性命。皇上要查，便让他去查，若是真查出什么，大不了就是一死。我也可以去见我阿姐了。娘娘，万万不可呀！不过在去见我阿姐之前，我还有一个人要去见一见。你既然还敢到这儿来，此处偏僻，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已经在你手里死过一次，若是害怕，我就不会来了。贵妃娘娘，所以你陷害我，陷害庄家到如此地步，你满意吗？怎么会满意呢？你这只手沾了太多鲜血，如今只是将你打进这冷宫中，你说，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满意吗？哼，你想让皇上杀了我？你想让皇上杀了我？你觉得你还能活吗？你果然不是神选，你终于肯承认。承认了，又如何？我要到皇上面前去告发你。到皇上面前告发我？赵清婉死前也是这么说。昔日你杀了赵清婉，今日难道是想故技重施吗？杀死你有什么趣味啊？
我要你死在自己手中。你未免也太自信了吧？只要皇上没有处死你，就心里一定还有你，定能将你射出去重新宠爱，对吗？真是愚蠢啊！到现在还在做这种美梦。皇上心里说真的有你，就不会让你这么多年都怀不上身孕。你说什么？皇上忌惮你庄稼公正朝野，所以常年来在你的饮食中加入了损你基底的药材，你却还在痴想着他与你的情分。不，皇上不会这样对我，是你这个贱人从中挑唆，我要杀了你！都怪你，皇上以前明明最宠我的，不是你这个贱人入宫以后，皇上眼里便没有了我。你错了，皇上眼里没你，不是从我入宫时开始，而是从你杀死沈雪那日开始。你究竟是谁？可是朕让你查的事情有消息了。回陛下，当日您心疼贤妃娘娘，召了她的胞妹入宫陪伴，当夜庄氏便带着已故的婉答应闯进了长乐宫。接着说。庄氏擅堕，竟利用庄家送进宫的刑具，将真正的贤妃娘娘折磨致死，尸体也被拉去乱葬岗草草埋葬。不过半个时辰，贤妃娘娘的尸体便被人刨了出来。阿雪已死，日日夜夜陪着朕的女人是。回陛下，贤妃娘娘的胞妹自那夜离宫之后，便一直杳无音讯，恐怕……贤妃现在何在？在冷宫。哀家冷宫，不得宣扬。我就是沈雪的胞妹，沈昭。皇上，这个贱人！啊不，这个妖孽！他不是沈雪，他刚才亲口承认了，您一定都听到了吧？沈倩，还有沈倩的母家，都是被他陷害的，欺君罔上，该死的是他！贤妃，庄氏所言，当真吗？想必皇上已经调查清楚了，我并非沈雪，而是他的胞妹沈昭，昭雪的昭。臣妾罪女沈昭，罪该万死，听从皇上发落。朕给过你机会。皇上，传旨，庄氏言行疯癫，冲撞圣驾，冲撞贤妃，着起处死。皇上，你不能这么对我呀！皇上，朕也让人穿了你的琵琶骨，吊起了尸刑，如何？若是庄将军得知自己的女儿死在了自己亲手送进宫的刑具，不知道他九泉之下的心情，倒会如何？皇上，臣妾不要，臣妾不要！皇上，来人，即刻行刑！不要！贤妃，你与朕便同往观刑。皇上，臣妾与您少年情深，你怎么能偏袒这个欺君罔上的妖孽？来人，即刻用刑！传旨审视女阿昭，绘制兰心，钟灵毓秀，奏朕除掉奸臣有功，着即册封为贵妃，择吉日行祭天大礼。朕现在到底该唤你沈雪还是沈昭？